情。我自小就是个坏种，8岁靠骗入侯府，13岁算计成为小姐心腹。我只想过好日子，可为什么总有人想拦我的路？孙管家，我跟你们回去，但求你放过柳郎。只要大小姐肯回府，老奴绝不为难柳公子。小姐，咱们回家吧。霜降，我只想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我有错吗？小姐，柳公子到底有什么好？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说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确实不一样。等我娶了小姐，就纳你做小，且格外新宠。柳郎满腹经纶，他一定会有大出息的。侯爷真是把你喂得太饱了。双静，待会我娘若是要责罚，你就把责任全推给我，说是我逼你带我走的。小姐，你是真恋爱脑啊！小姐放心，霜降一定陪着你。你想过穷苦日子，我可不愿意。既然你想不通，那姓柳的只能去死了。这高门大院的福气，我这辈子一定要接住。8岁那年，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哎呀，这孩子真孝顺啊，卖身也要葬父。小小年纪，太可怜了。求求贵人买下我，只要能给家父一口棺材，我愿终生做牛做马。永阳侯夫人宽厚待人，这是我选了很久才选中的地方。世道艰险，我一个孩子活不下去，卖身入府是我思虑许久的选择。哟，这不是咱们家那位逃婚的大功臣吗？宋淑宁，你都跟姓鲁私奔了，怎么还有脸回来？你这种人根本配不上陈王世子，你就该被进猪笼。这位二小姐是庶出，心高气傲，事事都要压小姐一头。自从小姐和陈王世子定亲，这宋景轩就彻底疯了。他肖想世子爷已久，可惜王府只要嫡女。其实小姐也不想嫁，世子早有心上人，可偏偏这是父母之命。我怀疑那姓柳的穷酸书生根本就是宋景轩设的局，想毁了小姐的名声。站住！我让你走了吗？贱婢，是你这贱婢怂恿大小姐私奔，败坏侯府门风。今日老奴就替夫人打死你！贱婢，仗着大小姐护你，我是不敢动你，但夫人那边绝不会放过你，你就等着死吧！冬梅姑娘，你可算来了，这教唆主子私奔的贱人就在这儿，带走。冬梅姐姐，是我逼她的，不关双桨的事。大小姐，侯爷和夫人生了大气，双桨没有规劝之责，必须受罚。把小姐送回院子。真是一出好戏。你去跟我娘说，我愿意嫁给陈王世子，求母亲饶双向一命。她竟然肯嫁了，贱人！小姐，没想到你为了救我，竟然肯妥协。我没选错人，我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烧火丫头，跟着心善的小姐出嫁，才是我过好日子的唯一出路。瞎了眼的狗东西！嬷嬷饶命，奴婢知错了。那一巴掌换来小姐的同情，也换来了贴身丫鬟的位子。我想要的从来都不只是活着。带她进去洗漱更衣。不见夫人，反而要我梳洗。有小姐那句愿意出嫁撑着，我最多受点皮肉苦，能让小姐对我心生愧疚，日子只会更好过。这笔买卖不亏。
为什么要将我打扮成这个样子？走吧，夫人在前厅等着。萧子玉，你莫要欺人太甚！宋伯父，舒宁私奔已是事实，这种残花败柳不配进我王府大门。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女儿宋舒宁。看清楚，那个毁了我女儿一辈子的男人。宋伯父，为了宋家的颜面，今日这亲事还是退了最好。你休要信口雌黄！宋舒宁跟人私奔，如今这事还没传开。可如果宋伯父非要赖着这门亲，那侄儿可不敢保证，这消息还能瞒多久？宋舒宁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哼，不配做我萧子瑜的妻子。看出来了吧？小姐私奔不到1个时辰，连府门都没进稳，萧子宇就上门退亲，这分明是早有预谋。那个柳姓书生根本就是萧子瑜安排的圈套。萧子瑜要是真心不想娶舒宁，大可大大方方跟我宋家直说，我宋家也不是要接这个亲。萧子瑜要是真心退亲，我宋家绝不纠缠。但他居然要毁了舒宁的名声，逼我女儿去死，简直欺人太甚！让善良的小姐嫁给这种毒蛇，下场只会比死更惨。可我不明白，萧子瑜费尽心机做这个局，究竟为了什么？宋伯父，我知道您派人去追舒宁了，可追回来又如何？那样的残花败柳，可入不了我陈王府。您若坚持履行婚约，成亲当天，我便会亲手写下一封休书。你，当然，我也不是落井下石的人。既然父命难违，婚约可以继续，但内容得改改。宋舒宁必须自请为妾，等我来日迎娶青宁过门，再纳她入府。柳青宁，那是萧子玉养在府外的那个心头肉。原来如此，算计小姐私奔毁他名节，全是为了给他心爱的女人腾出正室之物。堂堂世子，为了个女人竟然用这种下作手段，真是让人恶心。萧世子让侯府嫡女自请为妾，此话也是陈王和王妃的意思吗？这就不劳宋伯父操心了，您还是多操心一下宋舒宁吧。也不知道您派去追的人能不能把她带回来，说不定啊，她死也不愿意回来呢。到那时，可别怪我连妾室的位置都不给她留。爹，你怎么来了？今日的女工做完了？这是府上的二小姐。真是不巧，小姐深居简出，连王府萧看都是隔着老远。你这世子爷根本没见过小姐真容。宋舒宁，见过世子爷。不可能，你明明……世子爷，您这是什么表情？难不成您是觉得老夫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不可能，他明明跟人私奔了。世子爷慎言！宋舒宁私奔，本世子手握铁证。永阳侯，你当真要指鹿为马，糊弄皇亲吗？有证据就拿出来，现在我就跟世子去御前说个明白，让皇上定夺。我若是冒充的，欺君之罪，杀头无妨；可我若不是冒充的，那世子爷和陈王就得当着天下百姓的面跪给我永阳侯府道歉。你的证据不过就是那姓柳的，可惜他早被我埋在荒山野岭了，你拿什么证明？哼，宋舒宁，你就这么缺男人吗？你以为这种手段能让我喜欢你？你连青宁的1/1000都比不上。这就是世子，连我一个女人都不如，一点显得未感冒。
霜降，今日的事你做得很好，我们要你代替舒宁正式嫁给萧子玉。其一，你对舒宁忠心，了解她的一言一行；其二，你临危不惧，能压得住萧子玉。我知道婚约已成御前，退不得。你们怕姓柳的哪天出来指认，坏了侯府名声，便想出这招偷梁换柱。万一那姓柳的再露面，我们就说他勾搭的是丫鬟，而你才是真正的宋淑宁。我没告诉他们，那姓柳的死鬼永远开不了口。这大好机会，我绝不会放过。把知情的丫鬟仆妇统统赶上马车。霜降，是我对不起你，要让你去那龙潭虎穴受苦。小姐待奴婢恩重如山，为了小姐，奴婢就算是死也无憾。侯爷和夫人也看清了萧子瑜并非善类，舍不得亲女儿跳火坑，却又舍不得陈王府的权势，才选中了我。不过是场等价交换，你们要名声富贵，而我要成为人上人。冬梅跟了我多年，略通医术，有她在你身边，能替你躲掉那些王府里的阴损招数。奴婢冬梅日后定当尽心伺候小姐，辛苦你了。名义上是伺候，实则是监视。不过没关系，只要不损害侯府，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都后半夜了，宾客早就散了。世子爷新婚夜竟不入新房，他也不怕人笑话。陈王和王妃就这么纵容他？王爷若不纵容，怎会允许萧子玉把柳青宁带进府？那花魁柳青宁，听说世子为了她，连父子关系都敢断。王妃心疼儿子，才急着求娶我家小姐，不过是看中侯府嫡女端庄和善，觉得好欺负，能容得下那个青楼女子罢了。可惜嫁进来的是我。宋淑宁，这世子妃的位置我给你了，但你最好别奢望更多。我爱的人只有青宁，过2日我便纳她为侧妃。以后在府中，你不许刁难她，见到她也得给我绕道走。除了这世子妃的名头和权势，你的情爱，我半点也不稀罕。头怎么这么疼啊？子玉哥哥，子玉哥哥，你跟世子妃好好的，千万别因为我跟世子妃置气，我不值得，我不值得。你怎么来了？你身子骨弱，万一受了风寒怎么办？我是担心你，妾身自知卑贱，不值得子熙哥哥为了我和世子妃争吵。胡说什么呢？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不许贬低自己。宋淑宁心机深沉，满心算计，她这种女人根本没法跟你比。我还以为子玉哥哥娶了正妻就要把我忘了。怎么可能？青宁，你听好，我心里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人。故意做戏给我看，想以此激怒我。这出绿茶戏码演得倒还算入木3分。宋淑宁，你也听到了，往后我绝不会踏入你房中半步，你自己好自为之。若敢在背地里弄什么幺蛾子，我绝不饶你。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哪有第一天就来上门挑衅的？急什么？好戏才刚开场。老奴崔嬷嬷是服侍清明姑娘的贴身嬷嬷，有何指教？老奴替青泥姑娘劝劝世子妃，往后在这王府见着我家姑娘躲远点儿。不怕告诉你，之前那姓柳的书生就是青泥姑娘让世子找的，人也是老奴我亲自安排的。您运气好，姓柳的勾搭错了人，才让你侥幸躲过一劫。可没有姓柳的，还有张三李战，老奴可保不准日后会不会有其他野男人在世子妃您的床上醒来，到时候那场面可就不好看了。废物！他竟然敢如此威胁，简直目中无人！别气了，干活了。我就先替小姐收个利息。世子妃，咱们跟踪这个老贫劳干什么？劳烦崔嬷嬷方才指教，我也不是不懂礼貌的人，今夜便送嬷嬷一程。他跟我们无冤无仇的，你为什么要杀了他？无冤无仇，柳青年陷害小姐，他是头号帮凶，坏人冥界和杀人有什么区别？他方才还威胁我说要在我的床上塞男人，这般恶毒，留他过夜吗？我不喜欢被威胁，柳青明可以慢慢处，但崔嬷嬷这种马前卒必须现在就死。我这人从不坐以待毙，我信奉先下手为强，还不快走！要是被查出来可怎么办？这可是王府，满府的人都有嫌疑，唯独咱们两个最干净。咱们才入王府，名义上与他素不相识，无冤无仇，谁会怀疑到新过门的世子妃头上？带着冬梅就是为了杀鸡儆猴，即便他是夫人的人，也得让他对我生出敬畏。睡吧，过了今晚，什么痕迹都没了。都散了！消息被压下去了，萧子怡新婚就有奴才丧命，陈王府丢不起这个人。淑宁，委屈你了，那孩子性子倔，你多担待。母妃言重了，淑宁明白。调查果然是私下的，没人怀疑到我头上。王妃这番安抚，不过是怕我向侯府告状罢了。世子妃，奴婢方才打探到了，那个柳青灵为了崔嬷嬷的事哭得肝肠寸断，世子爷心疼坏了，安慰了许久，竟当众发誓要立她为侧妃。
现在世子爷带着那女人正跪在王妃院门口呢，说是王妃不点头，他就死也不起身。不过王妃还没松口，心腹刚进门就立侧妃，王府丢不起这人，只要您不冒头，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不，你去王妃院子传话，就说我愿意让柳青宁入门，但我有一个要求。萧子韵要娶柳青林成侧妃，那就必须同时娶我的远房表妹入府，两人同封侧妃。那位表妹可是我出嫁前让侯爷专门搜罗来的，媚骨天生的花魁。柳青年想当侧妃，可以，但我倒要看看，是他这个假清高的绿茶厉害，还是那种专门调教出来的尤物更胜一筹。母妃，淑宁不愿让世子为难，柳姑娘既然与世子情深，便让她入门吧，由淑宁亲自操持，两名侧妃一同进门，对外只说是全了侯府与王府的体面。好孩子，难为你这么懂事，子瑜能娶到你，真是他的福气。王府要名声，萧子毅要美人，我给足了你们面子，接下来该我收网了。宋淑宁，你竟然学会找我母妃告状了，你就这么缺男人？想让我碰你，简直做梦！男人为什么总这么自信，说的好像我愿意让你碰一样。像你这种心思深沉的女人，一辈子都不配得到我的爱。太过分了，他怎么能这么说你？好啦，有什么可生气的？让你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管事，安置好迎亲队伍。是，王妃。引侧妃轿子去西跨院，好生安置。是，王妃。由我这个正妃主动操办，京城百姓只会夸我这个主母大度。侯爷调教出来的人果然不同凡响。萧子玉此时定在柳青宁房间，可只看一眼我就知道，柳青宁那种只会哭啼的假清高，绝对赢不了宋青青。妾身宋氏见过世子爷。免礼。柳青林不是笨蛋，他定是猜到了宋青青是我特意安插的钉子。世子爷，不好了，青宁姑娘晕倒了。世子妃，您这些手段对我没用，你不过就是个世子妃。子玉哥哥心里只疼我一人，宋侧妃长得漂亮又如何？没有手段，照样得输。跟我斗，你还嫩了点。世子妃，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把命搏在男人的宠爱上，真是可怜。昨夜你能用手段勾走他，今夜呢？明夜呢？送两个去柳侧妃院里，送两个去母妃院里，剩下的全送去世子爷书房。我要让萧子夜举目皆是诱惑，男人的专一，这比捉会上树还要可笑。
舒宁，子瑜好色名声传出去，对你这正妃也没好处啊。舒宁本想让表妹入府分分心，谁知，而且京中都传夫君宠妾灭妻，名声已然坏了。与其让夫君偏宠一个青楼女子，不如多纳些美貌女子入府。夫君若只是年少风流，总好过背负宠妾灭妻的恶名啊。舒宁，你受苦了，难为你如此为子瑜着想。子瑜能娶到你，真是他的福气。宋青青那个贱人，不过是个爬床的货色。子杰哥哥竟然为了她，整整3天没进我的院门。姑娘息怒，世子爷只是图个新鲜，过几日自然就回心转意了。新鲜？那我就让他这张脸永远新鲜不起来。去，把这红花粉掺进宋青青晚上用的珍珠粉里，我要让她那张狐媚脸长满脓包，见不得人。主子，柳青宁那边动手了，是催发嫔枕的红花粉，要毁宋青宁的脸。毁容？柳青宁这点手段，也就只能在后院小打小闹。主子，咱们要不要暗中拦下？万一闹大，王妃怪罪下来，拦着干什么？不毁了宋青青的脸，她怎么知道谁能保她？在珍珠粉里加这味药，红肿退得快，但刚发出来时比现在吓人10倍。我要让世子亲眼看看，他心尖上的青宁到底有多毒。青青，你的脸！胡闹！好好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回王妃，这珍珠粉里掺了极重的红花粉和勾吻毒。查！给我彻查！到底是谁敢害青青？呀，这粉的味道怎么和柳妹妹院里的波梭香气有些相似？柳氏，你还不跪下！王妃冤枉，妾身没有，定是宋侧妃自己误用了不干净的东西。柳青宁，你还要抵赖吗？母妃息怒，柳妹妹定是太爱世子，一时被嫉妒冲昏了头。只是这毁人容貌的手段，实在让姐妹们心寒。哼，擅妒成性，心狠手辣。即日起，柳氏圈禁翠微阁，无令不得出。柳青宁，你出局了。母妃，听齐嬷嬷说您昨夜没睡好，恕您特意炖了燕窝，您进一些吧。还是你贴心。紫月那个逆子，自打柳氏禁足，就整日关在书房不露脸。母妃，恕您受点委屈无妨，只是内院有流言，说柳妹妹是被邪气冲撞才失了神智。邪气？我看她是心术不正。内院不安，人心惶惶。恕您进府不久，名不正言不顺，有些话实在不好说。齐嬷嬷，传下去，内院封赏调动，全凭世子妃裁夺。私传流言者，乱棍打死。名正言顺的管家权终于到手了。世子爷，喝酒伤身，奴婢给您揉揉太阳穴。青宁，不，你比青宁年轻。柳青宁，你以为禁足就是终点？不，我要让你看着她睡遍我送去的女人。青青这脸恢复的倒好，淑宁你那药真是灵验，还是表妹底子好。主子，您这是？许是肠胃不适。快传太医！母妃，淑宁怎么了？恭喜王妃，恭喜世子爷，世子妃已有1个多月的身孕，
脉象稳固，是喜脉呀！老天保佑，我陈王府终于有后了。喜脉。世子爷，您不高兴吗？高兴，我当然高兴。从今日起，你不许再去那些狐妹子屋里。要是惊了我的大孙子，我打断你的腿！孩子当然不是萧子玉的，当然我也压根没有怀孕。冬梅，给侯府发信，就说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主子，真要这么做吗？侯爷只会更迫不及待，因为他觉得控制了这个孩子，就控制了未来的陈王府。萧子瑜、柳青宁，这张网我已经撒好了。淑宁，太医说了，你思虑过重，内院那些琐事，要不先交给别人。母妃，淑宁不累，只是柳妹妹禁足，宋彪妹心性单纯，如今淑宁有了身孕，这府里的眼线若不肃清，淑宁这心里总是不踏实。你们听好了，世子妃如今怀的是王府嫡长孙，谁敢私底下递消息藏祸心，不必回我，世子妃直接乱棍打死。是，奴才遵令。王妃的信任就是我最好的刀，这府里的钉子该拔了。子玉哥哥，她怀孕了，那孩子分明是她夺走你的手段。够了！母妃现在天天盯着我，我能偷偷来看你已是不易。宋淑宁那个贱人，那一晚我记得没碰她，喜帕怎么会见红？子玉哥哥的意思是，那孩子来路不明。我记不清了，那天我喝得太死。要是那野种在肚子里就没了，王妃还会像现在这样护着他吗？柳侧妃，母妃下令禁足，你这是要去哪儿？我心口闷，出来透透气。宋淑宁，别以为你肚子争气就能一手遮天。你敢打我！这一巴掌是教你尊卑。我是世子妃，你是妾。柳侧妃冲撞龙翼，失了封魔。翠微阁大门枷锁，除了送饭的，谁也不许进出。放开我！主子，侯爷那边似乎在打听咱们王府的护卫换岗图，他等不及了。萧子玉一死，孩子一出生，他这个外祖父就能名正言顺接管王府。冬梅，去告诉张管事，把那份假的换岗图透露给侯爷派来的人。主子，您这是要……侯爷想借刀杀人，我也想借他的刀，清理一下这王府里不听话的人。侯爷，你想做执旗人，可惜这盘棋从一开始就是我在执子。世子妃说了，既然世子爷最近总往你这儿钻，你就让他更乐不思楚些，这样能让他神思恍惚。他在这儿说的做的，你都要一字不落回禀。青青明白，那是活阎罗，也是我唯一的靠山。主子，按您的吩咐，翠微阁那边的月例减半，除了日常饮食，半个探头也没往里送。张管事，侯府那边的人可接头了？接了，老奴按您的意思，将那份护卫换岗图给了侯爷派来的线人，那人喜形于色，连夜出了城。侯爷这是等不及要送萧子瑜上路了。主子，万一侯爷事成之后翻脸不认人，咱们他想翻脸也得有脸可翻。冬梅，把我给表哥准备的那封求救信悄悄送到陈王的政敌齐王府，这水得搅得越浑越好。是。世子爷，何必如此烦忧？淑宁姐姐怀了身孕，那是王府的大喜事啊！大喜事？
那一夜我明明烂醉如泥，他这肚子里的种是谁的还不一定呢。世子爷慎言，这要是传到王妃耳里……青青，只有你懂我。宋淑宁那个贱人，他背后有侯府撑腰，连母妃都被他骗了。我恨不得杀了他。世子爷喝醉了，妾身伺候您歇息。淑宁，你这账理得极清。不过我听闻子瑜最近总在宋氏房里胡言乱语。母妃，夫君他大概是还没准备好当父亲，心里有些郁结。淑宁不怪他，他那是被猪油蒙了心。淑宁，你且安心养胎，这王府谁也越不过你去。多谢母妃疼惜。萧子瑜，你越是发疯，王妃就越是嫌弃你，我这受害者的位子才坐得越稳。告诉侯爷，王府护卫大多调往了东跨院，青云山礼佛之行正是下手的好时机。明白，侯爷说了，事成之后少不了你们的富贵。主子，儿已经撒下去了。侯爷的人、齐王的人，还有世子爷那颗按耐不住的杀心，都聚在青云山了。青云山风景好，最适合做坟场。冬妹，怕吗？跟着主子，奴婢死而无憾。我们要活得比谁都好，还要看着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一个接一个的下地狱。萧子玉、柳青泥，甚至还有远在侯府的阿爹阿娘，你们种下的恶果，我这就请你们品尝。舒宁这胎也有3个月了，按规矩得去青云山礼佛祈福，求菩萨保佑我陈王府嫡孙平安。母宁说的是，舒宁最近辛苦，儿子愿亲自护送，顺便给父王求个平安。世子爷有这份心，舒宁自然欢喜。只是舒宁身子重，怕惊扰了神明。就这么定了。子瑜，你若再敢出什么幺蛾子，看我不打断你的腿！萧子瑜，你答应的这么痛快，是想在山上亲手杀了我吗？主子，侯爷那边传信说死士已在悬崖站倒伏击。萧子瑜私下也联系了几个以前的狐朋狗友，带了迷药和匕首，看样子是想制造意外，让您失足。想让我失足，那我就送他一份大礼。齐王府那边可有动静？齐王已派亲兵伪装成山匪，打算等侯府死士动手时，来个螳螂铡铲，直接把世子和您一并劫走，再以此要挟陈王。好，3方势力都到齐了。张管事，把咱们的人撤到后山接应。记住，我要萧子瑜死，但不能死在我手里。老奴遵令。世子妃，小心！宋淑宁，这山路陡峭，你可要站稳了，万一跌下去，母妃可是要心疼死的。有世子爷在身边，淑宁不怕。宋青青，你可是我留给萧子云最后的断魂香。怎么，怕了？淑宁，你看那边的云海是不是很美？走近些瞧瞧。世子爷，淑宁腿软，您牵着我。宋淑宁，你肚子里的种到底是谁的？去阴曹地府问阎王吧！奉命绞杀，一个不留！世子爷，侯爷要的是陈王嫡孙，而不是一个总想生事的女婿。忘了告诉你，孩子确实不是你的，我根本没有怀孕。主子，齐王的人杀红眼了，他们想连你也一起做了，伪造成山匪灭口。齐王想要陈王的把柄，侯爷想要陈王的爵位。发求救烟火，让禁卫军看见。
世子妃，世子爷他真的没救了吗？记住，世子是为了护住我肚子里这个嫡孙，被乱箭合死的，凶手是山匪，明白吗？明白。世子爷英勇，死于匪乱。世子妃，微臣救驾来迟。启禀世子妃，刺客虽尽数服毒自尽，但在其兵刃上发现了侯府的特有钢印。什么？侯府？那是我母家，这不可能！赵统领，这就对了，怀疑的种子种下了。永阳侯，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淑宁，你老实告诉本王，在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侯府的标记会出现在刺客身上？父王，淑宁也想知道，为何我的一心护主的夫君会死在我母家的剑下？求父王彻查，若真是我那利欲虚心的阿爹所为，淑宁愿大义灭亲，绝不让夫君白死。好一个大义灭亲！来人，封锁城门，传永阳侯进京述职。是。主子，王爷已经对侯爷起疑了，可万一侯爷狗急跳墙，把您的身份捅出来，他现在唯一的保命符就是我肚子里的嫡孙。他若说我是假的，他就是欺君罔上，满门抄斩。他现在只会拼命地向我求救，求我保住侯府。阿爹，你推我入火坑的时候，可曾想过，火也会烧到他自己身上？是你杀了子轩哥哥！你这个蛇蝎女人！柳青年，想活命吗？在上面签字画押，就说是侯府侧室指使你勾引世子，并传递王府布防图给山匪，意图谋夺嫡位。你要我帮你出卖侯府？你到底是谁？不，我是要你帮我把侯府连根拔起。苏淑宁，你疯了！说是侯府倒了，你这世子妃的位置也保不住。柳青灵，你还是太天真。侯府倒了，我这肚子里还有嫡孙，我依然是陈王府的功臣。可你若是拒绝，我就对外宣称是你这个狐妹子勾引外男，刺杀世子，到时候凌迟处死都是轻的。你根本不是宋淑宁，她没你这么狠。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只有这一条生路。王爷，冤枉啊！老臣对朝廷忠心耿耿，怎会派死士刺杀亲女婿？这定是有人栽赃！栽赃！柳氏亲口招供，是你府上的侧室指使他里应外合，连你侯府死士的钢印都对上了，你还要狡辩？阿爹，你怎能如此糊涂？子瑜他是为了护着我和孩子才……永阳侯，你若是想要爵位，直说便是，竟然害我儿性命！老实点，别乱动！贱婢，你竟敢反咬一口！信不信我把你的身份捅出去，咱们同归于尽？阿爹，您在说什么胡话？若是淑宁是假的，那您这杀头之罪可就成了诛九族的大罪了。安心去大牢吧，侯府剩下的女眷，我会替您好好照料。宋淑
贱婢，是你害了我们，是你毁了侯府！黄嬷嬷，当初在花园那一巴掌，我现在还记得。宋锦轩，你以前不是总骂我是淫荡胚子吗？可惜呀，现在你连去进猪笼的机会都没有了。父王已经请旨，永阳侯府抄没，男丁充军，女眷迈入教坊司。教坊司，我是嫡女，我是侯府嫡女啊！这世上只有我，陈王府未来的王妃。主子，侯府已平，只是那柳青年该如何处置？他知道您太多秘密了。他知道的太多了。紫月头七还没过，让他去灵前自尽谢罪吧。顺便告诉王妃，是柳氏深感愧疚，追随世子而去了。世子妃，那青青以后……青青，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会向父王请旨，扶你为平妻。在这深宅里，死人是闭嘴最稳的方式，而有用的人得像狗一样拴在身边。阿爹阿娘，你们给我的这条命，我终于把它洗干净了。宋叔娘，侯府都倒了，你还想干什么？你答应过放我一条生路。柳妹妹，这世上只有死人最能守住秘密，你活着，本妃寝食难安。你杀了我虽然哥哥在地下也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个冒牌货！冒牌货！等这杯酒下肚，你就是深爱世子殉情自尽的贞烈侧妃，王妃会感念你的深情。喝吧，别让世子爷等急了。没成想这柳氏竟是个痴情的。罢了，全了他的名声，葬在侧妃陵吧。母妃慈悲，淑宁也没想到柳妹妹会如此刚烈。如今府里接连出事，淑宁心里总觉得不安，怕惊了腹中胎儿。好孩子，如今这府里就指望你肚子里的孩子了。那些不干净的人和事儿，我会让张管事彻底清扫干净。最后一块绊脚石也挪开了。主子，这是老家找来的圣手，专治胎相。我这假肚子还能瞒多久？回王妃，已过3月，只要用特制的棉锦束缚，加上老朽配的催种药，瞧着便与真孕无异。只是到了生产之日，若没个真孩子……孩子的事，我阿爹……哦不，永阳侯在狱中定会安排得当。他为了保住侯府最后一脉，定会寻个刚出生的男婴送进来。阿爹，你以为送个男婴就能控制我？殊不知，这孩子是我彻底摆脱侯府的最后一张牌。下去配药吧，此事若泄露半句，你我都活不成。告诉那个逆女，孩子我已经找好了，是远房旁支刚落地的男丁，只要他保住我这条老命，孩子准时送入府。主子说了，侯爷只需安心待着，只要孩子进府，您就能病退回乡。老夫一世英名，竟栽在一个小丫鬟手里。淑宁，本王今日去了大牢，永阳侯说他想见你最后一面。父王，阿爹犯下滔天大罪，淑宁身为王府媳，不敢私见罪臣，只求父王念念在淑宁即将临盆的份上，给他个痛快，莫要牵连太广。你倒是心狠的干净。不狠，如何在这虎狼之地活下去？淑宁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保住这孩子。你是王府的功臣，等孩子出生，本王会请旨封你为正一品王妃，摄王府内政。谢父王。去母留子，父王，您想留的那个子必须是我手里的刀，而想去我的命，您还没那个本事。怎么还没生下来？这都2个时辰了。人呢？永阳侯送来的孩子呢？张管事已经在后角门接应了，是个刚落地的男婴，
哭声响亮。生了！恭喜王妃，贺喜王妃，是个小世子。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是这陈王府的主人。主子，永阳侯在牢里闹开了，说要把孩子不是世子亲生的秘密捅出去，除非您立刻放他出狱。出狱？他送这孩子进来就没打算让我活，他想的是等我难产而亡，他好名正言顺进府当这个小世子的外祖父，彻底吞了陈王府。阿爹啊阿爹，你还是老了。告诉张管事，侯爷在狱中思子成疾，突发急症，暴毙了。是。宋淑宁，你这个贱婢，老夫要告发你！那孩子是……侯爷，世子妃感谢您的养育之恩，特求了王爷送您上路。不，他不敢，我是他爹。您忘了，您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婿，如今畏罪自尽，正是全了侯府最后一点体面。喝吧。永阳侯在狱中自尽了。淑宁，难为你还要受这份名声上的牵连。父王自知罪孽深重，以此谢罪。淑宁虽痛心，却也明白父王是大义。往后，淑宁唯有代夫君好好孝顺父王。好孩子，明日我便请旨，正式封你为陈王妃。这王府大权往后全交由你。谢父王恩典。这天底下再没人知道我曾是个卑贱的丫鬟。王妃，不好了！侯府那位二小姐宋锦轩在教坊寺闹自尽，还口口声声说有关于您的惊天秘密，要面见王爷。惊天秘密？他倒是命大，抄家都没死成。主子，定是永阳侯临死前给他留了信，说是让他见了王爷，说出您替代小姐的事。宋锦轩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被我压一头，他想死，那便成全他。冬梅，准备马车，本妃身为长姐，总要去送二妹最后一程。是。贱婢，你终于来了！二妹，教坊司的日子可还顺心？双家，你这个杀人凶手！阿爹留了绝笔信给我，说你害了世子，还找了个野种冒充皇亲，我要去告御状！告御状？二妹，你现在是戴罪之身的月季，谁会信你的风言风语？这信是假的，阿爹临死前求我保住你的命，可你偏偏要寻死。赵大人，我那二妹受不住家族落败，神志不清，竟说些大逆不道的话，为了全了侯府最后一点名声，还请大人多加关照。王妃放心，这等丰富，微臣定会让他安静下来，绝不惊扰圣听。宋锦轩，你就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慢慢烂掉。这就是紫玉留下的毒苗，抱过来给哀家瞧瞧。这孩子长得倒是一点不像紫瑜。回太后，
太医说孩子向外祖多些，侯爷临终前也说这孩子英气十足，像极了当年跟随太祖征战的宋家先祖。宋家先祖，永阳侯那没骨气的也能生出英气？王妃，老奴方才听闻太后身边的人在打听侯府当年的旧事，尤其是当年宋淑宁小姐的身子情况。打听旧事，看来太后是真的起疑了。她想查就让她查，只是查到最后能不能承受住后果，就看她自己了。王妃太客气了，那就多谢王妃了。太后起疑了，她在查永阳侯府当年的旧事。主子，当年送孩子入府的人手虽已清理干净，但侯府以前有个奶妈知道宋淑宁小姐肩膀上有块红胎记。我身上没有，太后若是哪天想看儿媳的伤势，我就彻底露馅了。查，天亮之前，我要见到她的尸体。太后，您想翻旧账，那我就送您一份更大的礼，让您自顾不暇。主子，查到了，那奶妈姓常，当年抱过真正的大小姐，她确实记得宋淑宁总监有一块形似花瓣的红胎记。主子，您那里一片光洁。太后既然起疑，定会找借口验身。若我这肩膀干干净净，便是欺君灭门的死罪。拿烙铁来。主子，那可是皮肉之苦啊，万万不可啊！受苦总比送命强。去，把红炭烧透了，我要亲手在这儿烫出一朵花来。谁？你们是谁？送你去见永阳侯的人。这下不仅像胎记，更像是一场为了救小世子留下的功勋伤。冬梅，去告诉王妃，就说我昨夜梦见世子思虑过重，不慎撞翻了主导，灼伤了肩膀。听说王妃昨夜受了惊，还伤了肩膀。哀家宫里有上好的生肌膏，孙嬷嬷替王妃上药。谢太后垂怜，臣妾只是思念世子，一时失神，当不得太后如此挂心。这伤倒是深。臣妾无用，那日火起，臣妾第一念头便是护住小世子的摇篮。这伤口虽疼，比起世子的安危，实在不算什么。太后您瞧，这灼痕之下隐约还有些红印，王妃这如玉的肌肤真是可惜了。子居有妻如此，是她的造化。哀家老了，总爱听些小人的风言风语，王妃莫要见怪。臣妾不敢，多谢太后体恤。主子，成了。常奶妈死了，证据烧了，胎记补了。从今天起，这世上再没人能证明我不是宋淑宁。太后，您的疑心成了我最好的免死金牌。接下来，该轮到那个一直躲在暗处看戏的齐王了。王妃，齐王府送来请柬，说是齐王妃生辰，特请您带小世子过府一叙。主子，齐王在青云山伏击未成，现在又要请您，怕是鸿门宴，万万不可轻易赴约啊！他那是急了，萧子瑜死了，永阳侯倒了，陈王府现在只有我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在他眼里，我就是一块肥肉。告诉齐王使者，本妃准时赴约。既然他想演戏，我就陪他唱一出大的。是。陈王弟妹，子群贤弟心丧，你能过府赴宴，真是给了本王天大的面子。齐王兄言重了，夫君常说齐王兄最是照夫手足，淑宁孤儿寡母，往后还要仰仗王兄多多照拂。
舒宁妹妹，姐姐听说紫玉世子临终前给你留了些兵符印戒，妹妹可要妥善收好，莫要被旁人骗了去才好。这就忍不住开始试探家底了。多谢王妃姐姐提醒，舒宁记下了。宋淑宁，明人不讲暗话，青云山上那批死士，你真以为是永阳侯的人？王兄这是何意？青云山的死士，难道不是永阳侯为了报复我派来刺杀我的吗？哼，那是本王的人，只要本王一句话，你那怀里的野种随时都能变成一具尸体，陈王府也会彻底从这世上消失。王兄既然知道死士是你的，就该明白，我有本事让他们全军覆没，就有本事让王兄晚节不保。王兄，勾结外戚刺杀世子，这可是抄家灭族的死罪。您说，太后她老人家想看这个吗？王兄，急什么？这只是其中一块，剩下的我已经托人送往父王的军中了。若是王兄今日动我，明日这腰牌就会传遍整个朝堂。你想怎么样？直说。很简单，我要齐王兄在御前上手，保举本妃摄政陈王府，执掌王府大小事务，直到小世子成年。你要本王当你的垫脚石，让本王亲手把陈王府的权力送到你手里？不，是投名状。只要王兄帮我稳住朝堂，保住我和小世子，这腰牌自然会烂在泥里，永不见天日。反之，我们就鱼死网破。陈王妃宋氏大义灭亲，为保陈王府嫡脉，不惜以身犯险，贞烈无双。如今小世子尚在襁褓，陈王府群龙无首。臣请旨册封宋氏为一品摄政王妃，代行王职，执掌王府事务，以安抚世子在天之灵。齐王今日倒是转了性，往日里可从未这般关心陈王府的事。陈王，你意下如何？舒宁贤惠能干，心思缜密，足以执掌王府事务，微臣无异议。准奏，即日起册封陈王妃宋氏为一品摄政王妃，代行陈王府王职，直至小世子成年。太后圣明。主子，齐王吃了这么大一个闷亏，心中定然不甘，怕是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还要多加防备才是。他不敢，他的软肋在我手里，只要腰牌一日在我这儿，他就只能乖乖给我当门神，不敢有半点变动。王妃，柳青林留下的那个陪嫁丫鬟一直想见您，说有要事禀报。柳青林的丫鬟带进来。这是青宁姑娘死前偷偷塞进老家枕头下的。她说，如果王妃不给她全家一条活路，这封关于真假世子妃的信就会出现在皇后的桌上，让王妃身败名裂。柳青宁啊，柳青宁，你死了，竟然还敢咬我一口，倒是我小看你了。看来还是杀得不够干净。柳青宁倒是聪明，死后还留了这么一手，倒是我小觑了她。青宁姑娘说了，只要王妃给奴婢一家送出京城，再给白银1000两，这信就当从未存在过，奴婢绝不会再提起半个字。1000两白银，本妃身为摄政王妃，这点银子自然给得起。可本妃怎么知道你手里只有这一封？万一哪天你胃口大了，再来向本妃要1万两、10万两，怎么办？奴婢不敢，奴婢拿到银子和路易，绝不敢再来打扰王妃。这里面是1000两银票和出城路银，马车就在外面等着，快走吧。多谢王妃开恩，多谢冬梅姑娘，奴婢定当铭记王妃恩情。可惜啊，这世上只有死人最守信用。主子，都已经处理干净了。柳青灵那点小聪明，这身份的漏洞填一个又出一个，看来非得要把所有见过双界的人都抹掉才行。冬梅，去查当年永阳侯府里遣散的那些老仆，一个不留。是，奴婢这就去安排。陈王妃，
近来齐王在御前极力保举你摄政陈王府，连太后都对你赞赏有加，倒是难得。臣妾惶恐，臣妾能得此信任，皆是太后与父王抬爱。可本宫听说你那死去的二妹宋锦轩在教坊寺临死前一直念叨着一句话：真凤凰在南，假凤凰在。回皇后娘娘，二妹疯魔多年，那是恨臣妾没能保住侯府，胡言乱语罢了，是吗？可本宫已经派人去了江南，如果本宫派去的人又带回来一个宋淑宁，王妃该如何解释？主子，皇后派人去江南找真正的大小姐了，这可怎么办？找？江南那么大，江河湖海遍布，淹死个把人，再正常不过。传信给在那边盯着的人，宋淑宁绝对不能活着见到皇后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小姐，对不起了。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只能委屈你了。宋初宁现在化名苏娘，就在苏州城外的一处庄子里养病，身边只有几个老仆伺候。主子，皇后派去江南的人已经出发2日了，若是快马加鞭，5日之内便能抵达苏州。那我们就比他更快，让咱们在江南的人伪装成流寇，不仅要杀了宋初宁，还要把皇后派去的亲信一并截杀，一个都不能留。还有，把这一切都栽赃给齐王。是，奴才这就传信给江南的人，绝不留下半点痕迹。既然齐王想当我的门神，那这口黑锅他就背到底吧。宋大小姐，奴才奉皇后娘娘之命，特来接您回京。皇后娘娘要您回宫指认妖人，还您一个清白。回京？公公认错人了吧？你们是谁？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何要杀我？大小姐，要怪就怪你那好丫鬟吧。是双夏，对不对？是双夏，是他拿走了我的身份，现在还要我的命，对不对？大小姐，王妃说这世上只能有一个宋淑宁，您活着她就掩尸难安，所以您必须死。清理干净现场，莫要留下半点痕迹。主子本来打算饶你一命的，奈何你非要生出不该有的心思。主子，成了，宋小姐已绝气，现场留了齐王府的私印和断刃。小姐，是我对不住你，淑宁这就送齐王下去陪你。张管事，把皇后的亲信幸存者引到齐王在江南的私产处，让他亲眼看看凶手藏在哪儿。是，奴才这就去安排。娘娘，奴才亲眼所见，那些杀手用的全是齐王府的错银刀，走投无路时全都躲进了齐王在江南的私宅。李公公他死得太惨了。废物，一群废物，连本宫的人都护不住。皇后娘娘，这是怎么了？臣妾听说江南出了流寇。流寇？齐王的手伸得够长，连本宫要带的人都敢动。娘娘息怒，齐王兄近来在朝中极力保举臣妾摄政，臣妾心中虽感激，却也觉得他近来动作频频，行事张扬，怕是另有图谋。只是臣妾不敢妄加揣测。你倒是识相，本宫倒要看看他齐王有多大的胆子，敢跟本宫作对。太后，臣冤枉啊！臣这些日子一直在京中，从未派人去江南，更没有杀皇后娘娘的人，这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想置臣弟于死地啊！栽赃？本宫派去的人几乎死伤殆尽，唯独在你齐王江南的私宅里搜到了禁药，这也是栽赃？王妃，齐王说他被人陷害，
你一直与齐王有交集，你觉得呢？臣妾不知，只是齐王兄前几日曾向臣妾讨要世子生前的兵符，臣妾没给。你胡说！本王从未向你讨要过兵符，是你栽赃我！够了！来人，将齐王打入天牢！宋淑宁，是你，一定是你！是你杀了真正的宋淑宁，再把一切都栽赃给本王！王兄，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人证物证俱在，谁会信你？您说，您那远在封地的私兵知道您谋逆罪名在身，他们现在敢来救您吗？你这个疯子，你到底想要什么？我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不肯放过我吗？我要你死！王兄，喝了这杯酒，我会保你妻儿一命，让他们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往后再也没人能挡我的路了。宋淑宁，你不仅要我的命，还要踩着我的尸骨给那个野种铺路。王兄，我是为自己铺路，你若不死，皇后与太后的疑心便消不掉，你死了，谋逆的罪名便坐实了，齐王府的亲兵便只能投靠本王府。我在下面等着你，等着看你这假王妃的身份哪天被揭穿，不得好死！去禀告父王，齐王自知江南劫杀皇后亲信罪孽深重，在狱中畏罪自裁了。是。齐王畏罪自裁，其私兵群龙无首，盘踞封地，恐生祸乱。臣妾提议，将齐王封地的3万精兵暂归陈王府调遣，交由王妃设理。淑宁一介女流，统领兵马，怕是多有不便。父王，淑宁愿代夫君受累，只要能保江山稳固，淑宁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启禀太后，王妃贞烈多才，既有摄政之名，又有处世之能，理当掌印安抚军心。准了，赐陈王妃金印，执掌齐王府旧部3万征兵，代行调遣之权，务必稳住封地局势。谢太后恩典，淑宁定不辱使命。主子，齐王的兵权到手，如今这京城再也没人能与您抗衡了。不，还有一个人。主子，您说的是皇后？她虽然利用我除掉了齐王，但她心里定还记挂着江南那个苏娘。她一日不彻底死心，我就一日不得安生。冬梅、张管事，你们去安排，密切盯着皇后的一举一动，任何风吹草动，立刻禀报。王妃如今权倾朝野，手握3万精兵，连本宫都要高看一眼了。臣妾今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娘娘赐予的，若没有娘娘，臣妾寸步难行。江南那个庄园，本宫的人又回去搜了一遍，除了满地尸首，竟然连一根绣花针都没留下，干净的过分了些吧？刘废作乱，自然是将庄园洗劫一空，哪里还会留下什么东西？这是在那后陵找到的，本宫记得这是当年永阳侯府嫡女集兵时太后亲赐的如意簪。王妃，你头上这只又是哪儿来的？娘娘有所不知，这如意簪本就是一对，这一只在臣妾头上，那一只自然是随二妹宋锦轩去了教坊司，又或是落在了那流寇手中。哦，说本宫非要拿这2只簪子去内务府比对呢？娘娘若是不信臣妾，大可将臣妾治罪。只是如今齐王旧部人心未稳，若臣妾此刻出事，怕是那些士兵会误以为娘娘要兔死宫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哼，你这是在威胁本宫？臣妾不敢，臣妾只是在提醒娘娘，臣妾死了，那便是娘娘亲手埋下的祸根。皇后已经找到了物证，她虽然忌惮我手中的兵权，但迟早会对我下手。主子，既然皇后已经起了疑心，要不我们先下手为强，除掉皇后，一了百了。不可，
我要的不是乱世，我要的是陈王府的绝对掌控权。你立刻去办2件事：第一，去找个死囚，要和宋淑宁体态身形相符的；第二，再弄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带上另一半簪子。我要在全城百姓面前演一场王妃救妹的大戏。王妃，宋二小姐连日来思念长姐成疾，油尽灯枯，临终前还一直紧紧握着半只金簪，不肯松手。二妹，长姐来晚了，长姐没能护好你，你纵有千般错，终究是我的嫡亲妹妹啊！娘娘，街上的动静就是这样。王妃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将2只缎簪拼成了完整的如意簪，百姓们都议论纷纷，都说王妃仁厚纯孝，没人再怀疑王妃的身份了。好一个宋淑宁，好一个假王妃，她竟敢先下手为强，在全城百姓面前把那只簪子做实了，用死人堵本宫的嘴，真是好手段。娘娘息怒，现在全京城的百姓都在传王妃纯孝仁厚，感念姐妹情分。咱们若是再拿那只簪子说事，百姓定会觉得是娘娘容不下功臣，故意刁难王妃，于娘娘名声不利。他把死人搬出来堵本宫的嘴，本宫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把这场戏演一辈子。宋淑宁，你以为这样就能洗白身份，高枕无忧了？本宫不会就这么算了，总有一天，本宫会揭穿你的真面目，让你身败名裂。淑宁，你二妹的事办得体面，如今朝野上下无不赞你贤德。父王过奖，淑宁只是不想让外人看前了咱们陈王府，更不想让九泉之下的夫君蒙羞。这是陛下刚批下的，册封你为镇国摄政王妃，赐协理6宫之权，辅助皇后处理内政。臣妾何德何能？你有这个能耐，往后这京城半面天都是你的。主子，齐王旧部以悉数归顺，如今内有王爷支持，外有兵权在手，连皇后也得避让3分。主子，咱们终于熬到头了，您受的苦都值了。熬到头？不，这只是刚刚开始。奴才定当誓死追随主子，为主子赴汤蹈火。小姐、阿爹、阿娘、萧子玉，你们都在下面看着，对不对？这辈子我赢了，我要坐在这万人之上的位子上，活得长长久久。王妃，齐王旧部调往北京一事，微臣已按您的意思拟好了折子，只待您过目批复。只是朝中那些老顽固恐怕会拿后宅干政说事。林大人，这些年你在兵部坐得稳，不也是因为本宫在父王面前替你说了不少好话吗？这是本宫选出的新任偏将名单，你只要点头，林家大公子的婚事，本宫亲自去向太后讨内封，赐婚圣旨。微臣誓死效忠王妃，绝无二心。主子，林大人已经收下了偏将名单，想必很快就会按您的意思上奏。可如此一来，兵部的实权就彻底落入咱们手里了。陈王爷那边恐怕瞒不住。父王老了，如今他心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小世子平安长大，守住陈王府的爵位。只要小世子安然无恙，他宁愿装聋作哑，不愿再生事端。倒是那个宋青青，最近安分吗？本宫听说她总往父王的书房跑，还送些亲手做的点心。是，主子。宋青青近来频频出入王爷书房，言语间十分挑逗，似乎是想求王爷给她一个名分，甚至想让王爷把她收房。哼！王妃，青青自知身份低微，不敢与您争锋。可世子爷已故去多时，青青在府中名不正言不顺，求王妃成全，让王爷收了青青做侧妃。青青定当对您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做侧妃？宋青青，你是不是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进的这陈王府？你是本宫养的狗，狗想上桌吃饭是会变野的，野狗的下场你应该清楚。青青不敢，青青只是想在这府里有个依靠。淑宁，这是何故？为何如此对待青青？父王，臣妾万万没想到，
表妹竟如此糊涂，她竟在给您的补汤里下了催情香，意图坏我王府名声。是臣妾教导无方，才让她生出这等龌龊心思。臣妾愿领责罚，但这等淫乱败坏门风之女，绝不能留在府内污了您的清名。这种败坏门风的事，此爵恕你看着处理吧。谢父王信任，臣妾定当处理妥当，绝不让此事污了王府名声。青青，你长得真美，可惜这双眼睛不该乱看，这颗心也不该乱跳。喝了吧，这是哑药。既然你管不住自己的嘴，那以后就别说话了，安安静静的活着，不好吗？我会送你去京郊的静心庵，为你那死去的世子守一辈子灵，青灯古佛，了此残生。在这陈王府，谁都不能动不该动的心思。主子，不好了！陈王爷刚才在书房密见了一位从江南回来的老道士，据查，他是当年永阳侯府的接生时候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宋淑宁出生时他在场？是，那老道士道号空空道人，当年是侯府请来给刚出生的宋小姐算命的，云游多年刚归来，听闻了京城的流言，特来寻王爷。宋家还真是给我留了不少惊喜啊！父王，夜深了，淑宁见您房内灯火通明，特熬了参汤送来，给您补补身子。淑宁，你过来。本王听道长说书，您幼时贪玩，脚底曾被炭火灼伤，留下一颗形似朱砂的红痣。本王倒是想瞧瞧，这么多年过去，那痣长全了没？父王既然想看，只是道长乃外男，淑宁身为儿媳，这般袒露双脚，怕是多有不便。你是真不方便，还是想隐瞒什么？既然父王想看，儿媳自当从命。你果然不是淑宁！你这个贱婢！父王，您老了，你带着这个秘密去下地狱吧。陈王府的权力，我会替您守好的。冬梅，去喊人，就说陈王思念世子过度，突发心急，暴毙。陈王爷走了，如今这王府只剩下一父一厨，实在令人痛心。太后，如今边境告急，陈王旧部群龙无首，人心不稳，极易生乱。唯有让陈王妃领陈王兵符，方能稳住大局。林大人倒是忠心耿耿，只是未免太过荒唐。自古以来，从未有女子领兵执掌王府兵符之说。陈王妃一介女流，怎能担此重任？娘娘，若臣妾不领此任，难道要让那3万齐王旧部重演青云山之变吗？臣妾所求不过是江山稳固，护住陈王世子这唯一的血脉，绝无他心。淑宁，你果真有此胆识，能担起这份重任，稳住这混乱的局面。臣妾若有半点二心，妄图谋逆，必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好，传哀家懿旨，册封妃执掌陈王兵符，处理陈王府一应事务，监管边境兵权调度。主子，圣旨下了，太后懿旨，册封您为摄政亲王妃，执掌所有兵符。您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大前第一位摄政亲王妃了。主子，所有知情陈王爷与老道士死因的人都已经处理干净。干净？这世上永远没有绝对的干净，只有永远的权力才能堵住所有的嘴。传令下去，将林大人升为定北将军，即刻出征。我要把京城的兵力全部换成咱们自己的人。皇后、太后，这深宫，这江山，也该换个主人了。痣长在哪儿不重要，长在权力的中心才最稳。王妃近来在朝堂上风光无限，连本宫要见皇上一面，竟也要过你的兵符准许，真是好大的威风。娘娘言重了，如今北境不稳，臣妾加强攻地，也是为了护卫圣中。娘娘若是心疼皇上，理应体谅臣妾的难处。体谅？本宫只怕王妃体谅到最后，这凤仪宫的主人都要换了姓。
娘娘若是坐不稳这位子，换个人坐，也未尝不可。主子，查到了，皇后私下联络了驻守西郊的禁卫军副统领，约定在下月祭天大典上，以清君侧的名义当众揭发您的身份，要将您当场格杀。他手里还有证据，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会有证据？证据？他不过是想空口白话，再找几个永阳侯府以前的远房亲戚来对质，构陷本宫谋逆罢了。他想清君侧，我就送他一场真正的宫变。张管事立刻传信给林大人，把他从北境调回来的精锐全部换入京城禁卫军，接管宫防。皇后，你想在祭天大典杀我，那我就让列祖列宗满天神明看看，谁才是大前真正的天命所归。众将士听令，此女子乃永阳侯府余孽，本是一介贱婢，伪造身份，郡杀世子与陈王，意图篡权夺位，祸乱朝纲。今日本宫要替天行道，除了这妖女。拿下妖女！你们为何不动？你们为何不动？快拿下她！违抗军令者斩！娘娘，这禁卫军食的是陈王府的粮，穿的是臣妾发的甲，听的是臣妾的号令。靠一个小小的副头长，您要清谁的侧？清臣妾这个执掌兵符的王妃吗？皇后勾结反贼，意图行刺小皇帝与陈王妃，谋逆作乱，众将士护驾！林大人，你竟然背叛本宫，投靠这个妖女！娘娘，您老了，心也瞎了。这江山您守不住，本妃替您守；这后宫的位置您坐不稳，本妃替您坐。忘了告诉你，那个能证明我身份被你找来的永阳侯府远房亲戚，已经在下面等你了。娘娘，这冷宫的滋味可还如意？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不是宋淑宁。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只要我活着，我就是朝廷唯一的摄政王妃，就是这陈王府的主人，谁也改变不了。你赢了，你想怎么处置哀家？太后请放心，只要您老实待在寿康宫，我给您养老。至于皇后娘娘，既然疯了，就别再留在这世上了，给皇家丢脸，也碍了本妃的眼。摄政王妃驾临！摄政王妃千岁！启奏陛下，启奏摄政王妃，如今四境不宁，陛下年幼，尚不能亲理万机，朝野震动，民心惶惶。王妃平定谋反，肃清内乱，安抚百姓，稳固朝局，手握重兵，威望四海，民心所向。臣等联名上书，恳请陛下禅让摄政之权，恳请王妃以摄政之名代行皇权，安天下民心。婶婶，真怕。陛下莫怕，这位子太高太冷，
不适合孩子玩。阿爹，萧子玉，你们看，我坐上来了。陛下，当年永阳侯府的所有旧部，连同京郊一带见过苏娘的人家，已悉数清理干净，没有留下任何活口。主子，哦不，陛下，连当年在永阳侯府照顾过二小姐的几个老婆子，也一并处理了。朕说了，要干净。这世上不能留下任何一个知道霜降二字的人，不能留下任何一丝隐患。冬梅，你跟了朕这么多年，从陈王府到这皇宫，可觉得朕狠？陛下是天命所归，帝王之道本就需雷霆手段，这不是狠，是帝王之威。杀人是为了救人，流血是为了清净。这江山终于只剩我一个人的声音。主子，您没事吧？要不要传太医？不用。这权力果然是上升的。刚接到的暗报，当年被送往江南的那些下人，最后一个也在昨夜病故了。好，这天下彻底干净了。陛下，您独坐这万镇之巅，可曾觉得冷？冷？比起当年在雪地里和野狗抢食这龙袍，暖和极了。我这一生满手鲜血，不择手段，但我赢了。我在这吃人的世道里爬到了最顶端，可这个坏种坐拥了这锦绣江山。你回来了，宫里是不是太闷了？不憋闷，我知道你从来没有想过真的杀我，谢谢你留我一命。该说谢谢的人是我，我从小活在泥里，是你在我最脏最黑的时候给了我一道光。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改元霜驾，四海臣服。平身，传朕旨意，大赦天下。陛下仁慈。这世上再无丫鬟霜驾，只有女帝宋淑宁。